这里是鲜活历史频道，今天我们请到了布莱恩·林登。我来到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在世界地图中国到底在哪儿。我80年代被公安局抓了18次，因为我到了最偏僻的，我去拉萨打4年。1984年，带着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布莱恩从芝加哥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里，他尝试演电影，在全中国旅行，探索了很多早期不对外开放的地方。作为一名外国记者，他还拍过邓小平。现在他住在云南，在政府的支持下，对当地的古老民居进行保护和改造，并创立了酒店品牌喜林苑，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他的客栈。他还有很多过去的故事要与我们分享。欢迎你，布莱恩·林登。谢谢您，谢谢。你最初是怎么想到来中国的？我原来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美国的像我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就是比如我妈妈爸爸非常非常爱我们，非常有情怀，但是我们钱不够不多，所以原来我到了18岁不一定是要上学，不一定是要去一个美国大学，所以原来是我18岁以后我就开始工作，同时也上那个社区大学，上那个夜校，白天洗地毯。所以我来到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在世界地图中国到底在哪儿。请让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因为我83年到了这个洗地毯的我就原来是洗，所以我到了这个房子，他一进他的门口有一个世界地图。那个比较年轻、比较老的一个男人，他凡是去过的地方都有一个国旗，一个红色的旗。所以他我进来以后，我看这个地图，他地图下面都是很乱。他有一些行李，有一些鞋子，有一些衣服，脏的衣服。所以我进来以后，他说你必须要洗的，你要洗的地毯就是在楼下。不好意思，我这边的刚刚从中国回来，我还没整理，我还没把我的行李都整理好，所以不好意思。但是今天他说我要做一个红色的一个国旗，希望我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上来帮他放在中国。所以我到了下面，我突然的感觉压力真的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一边洗一边想，我知道中国在这边，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中国是哪一个国家。所以他叫我上来的时候，我都在都到了那个地图的他是给我这个红色的国旗，他说你帮我放在中国。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哪儿，我知道是可能这边的。他笑，因为他认为我是开玩笑。后来我发现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当然他的孩子们、他的学生都知道中国在哪儿，当然知道，他们的背景很好，教育背景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所以他把我的手都这样的拿着，然后放在中国。然后他就是第一次有一个这样的受教育的一个人，那么直接跟我谈话，那么坦率的，他说：“你一辈子都要洗地毯吗？你今年多大？”我说：“今年20岁、21岁。”他说：“你一辈子都要做这样的工作吗？”我说：“当然可能不要，但是我没有很多选择，我没有钱，没有。”所以他说：“如果你现在的可能美国的梦想，可能在美国没法实现，你可以考虑，可能去国外找一个新的梦想。”他说中国政府刚刚邀请他教一些要求他教一些英语老师，所以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去中国教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很糟糕。我的英语很烂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需要不赢的这样的一个英语老师。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他说他认为中国以后就是有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政策，他说中国以后对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他觉得可能谁知道，可能以后你的梦想可能在中国都会实现。所以我那天都离开他的家里以后，我都一直没有想到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离我当时的现实都完全不一样。但是3天以后，我到了我的夜校，我白天都洗地毯，晚上我到了一个夜校，就针对那个美国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一些学生。我到了那个学校的我的教室，我看到一个海报，他写的就是中国政府发布，教育部发布第一次有独立的留学生的就是奖学金，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刚刚前3天4天，我就跟这个老师都谈的中国，现在我又看到中国，注意到中国。所以我看到下面的是可以把他的下面的一些吃掉的有一些电话号码，没有人把它，所以没有人，所以我觉得我的机会可能比较好，因为没有人把它吃，就是所有都还在，反正所以我就把一个拿掉，然后我回到第2天回到我的 grandma 奶奶的家，就是打电话是中国的，在美国的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很想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他说一个美国人，就是83年、84年的一个美国最富裕的一个国家，中国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穷，所以他觉得一个美国人愿意去中国找一个新的梦想，他就觉得我们必须要支持这个人。所以我80年代84年的来到中国，其实我在美国真的没有钱，我就是原来来的，也是从俄罗斯、苏联都过来的，因为是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可以来到中国，我就坐一个飞机到欧洲，然后我坐了8天9天的火车，我真的没想到，中国也有一个梦想。而且他的梦想可能有的时候比美国的所谓的美国梦更好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原来的我一直对中国有这样的感恩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跟大多数的可能大部分的外国人，可能99.9%的初心完全不一样。我来到中国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我来到中国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是因为我要赚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来到中国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我第一次是84年来到北京，我觉得真的会说英语的人特别少，非常少。但是这个也很好，对于我的就是原来学汉语的一个机会，因为原来是我第2天在来到北京的第2天，我没有到了没有上水，我就是马上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都挖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电影，所以其实我的汉语都是在跟这个当地人都在交流的。我80年代被公安局抓了18次，因为我到了最偏僻的，我去拉萨84年，我去了巴基斯坦85年的1月份，我都一直在打车。这些地方都是对外国人不开的，所以我离开乌鲁木齐开了，我有一个签证，国内的签证，公安局让我去，然后我到了库尔勒。到了阿克苏，到了库车，到了阿克苏，到了喀什噶尔，然后一直往南。我那次都被公安局抓了4次，但是我原来的想法是我很想了解中国，我不仅是要了解苏州，不仅是要了解上海，我想了解整个中国。我每个省都去了
基本上每一个省10多次，都更多。我在中国已经过了250夜，在绿皮车的那个车上。所以我觉得那个原来是为什么我这样做，不仅是一个交通的方式，不是交通的原因，也是为了交流的原因。80年代你平时不能那么开放的那个跟中国人交流，没有任何的一些地方可以。你知道那个5星级的这些酒店，中国人进不去。你到了北京饭店，那个我的中国的朋友，如果他们要进来，我要签字，让他跟我一起来。所以原来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去。所以我怎么跟中国人交流？如果这样的话，我只能在火车上。我自己比较喜欢去那个还没有开发过的一些那个地方，因为原来84年、85年，如果我要离开北京，我必须有一点像一个国内的签证，我必须到那个公安局，我要首先告诉他我离开北京，我可能后天会在西安，大后天可能在兰州。第2个星期可能在西宁，这些很多地方对外国人不开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不开的最吸引我，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地方。我不想去一个5星级的酒店，明白吗？我到了西安可以住在那个 Sheraton 或 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些条件。我原来的想法是我要去，如果我真的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必须要了解不仅是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我来了中国，我不需要这样的，因为我原来是在美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芝加哥的一个老百姓。但是我到了中国，我发现很多人他们都对我非常好奇。80年代大家都很想就是对国外，所以这个我觉得80年代虽然穷，但是那个我到了那个陕西就是延安，85年去延安都打车送包头到延安。我们到了很多那个农村的那个老百姓的家，他们都非常愿意给我们做的他们最好的一些菜。他没有钱，但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菜。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像，对。不好意思。想起了什么？当时的什么？他们没有钱，他们什么都没有，不能吃的。但是他们有时候就会把10块钱、20块钱都放在我的盘子下面，然后他们会 chase me and want to give back the money. 不好意思。非常淳朴的中国老百姓，对，非常质朴的就对你好，非常好。理想主义我觉得它也有它的有它的重要性，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我们都失去我们的一些理想主义，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比较就是比较偏物质的一种生活。所以我觉得80年代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一直在开发，我也是一直在开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就让我们双赢互相了解。在你印象中，8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都回头看，这个我其实觉得80年代
也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时期的一个时间，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突然的，他们把他的那个安全网，明白吗 ？Safety net 都取掉，所以大家都是有一点像那个，也是邓小平说的那个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洱海，他那个就是那个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看那个80年代，大家都很有 energy， 很有 passion， 但是他必须有，因为突然的他没有什么基础，而且很多那个80年代的也有很多人失败了。我85年在那个84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拍那个电影，我周末他们会把我送回语言学院五道口的，所以我就会在宿舍住。连那个冬天我们就是那个只有一个小时的暖气，所以那个你知道那个现在的那个北京，你感觉可能那时候更冷，没有就是晚上只有6点半到7点半有冷水有热水，而且一个星期3次。所以我天天都是喜欢长跑，所以我就会跑步。周末平时没有热水，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不一定是在水，所以我就会用冷水都洗澡，然后在那个80年代的你的妈妈爸爸的那个年代，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很佩服这个80年代的跟我同年的一些中国人。因为他原来是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方向，而且他的这样的一个吃苦，他的辛苦，不仅是为了买一些那个品牌的一些东西，就是为了面子，他主要是为了给你像您这样的一个给年轻人一个更好、更安全、更稳定的一种生活。所以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那个1985年，因为那个我在美国从小15岁已经开始工作了，每个星期30个到40个小时，所以我上那个高中，我已经是那个下午3点到晚上12点。我都在一个便利店工作，周末我就是在一个刷油漆、刷房子，冬天非常冷，在芝加哥，所以我85年虽然我在中国已经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是我晚上还有时间，所以我都同意在那个首都医院，因为没有外国人，所以是王府井的首都医院，他们要找一个英语老师。所以我们有一次，我们都采访一个医生，他说：“林登，你有时间，你能不能有的时候过来教英语？”所以我说可以。所以我跟这些未来的、跟这些医疗的那个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非常聪明，而且某一些人他们英语真的很好。没想到80年代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英语的就是会说那么好的英语。他们那个我就是为了他们，给了他一个也是有一点像一个小晚会，我就把美国的一部电影比较流行的电影叫《Raiders of the Lost Ark》，那个81年的那个 Steven Spielberg 拍的一个电影。我就是有一个朋友，美国的一个家庭在美国大使馆，他们有一个磁带那个，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些学生都安排一个看这个电影，所以我们在那个教室都放这个电影，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们看到一个美国电影，他们都非常感动。突然的，整个学校知道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教室都放了这个电影。我们放了一次，我给了可能那个我25个孩子学生。我们到了那个电影的那个，可能一半已经可能有75、100个人在那个教室，
他们那么喜欢那个电影，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再放一次？所以我再放一次。后来我们可能有200个学生都在一个教室，然后他们说能不能再放一次？我们放了3次，他们都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80年代的，你现在看，我们都随时可以看一些那个外国的电影啊，或者中国的电影，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85年这个机会使他们那么感动。所以这个思维的变化，在中国是真的很了不起。你看40年以前，他们对一个电影有那么就是有那么有影响，就是明白对他们。所以我现在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基础就是因为他妈妈爸爸的吃苦钱，就是那个他们非常非常幸运。而且我希望他们一直会把原来的那个80年代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很开放的、很包容，都一直是带到未来的中国。At this point, we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tell you about our project. The period between China's opening in 1979 under Deng Xiaoping and the 2010 Shanghai Expo deserves to be remembered. We want to collect the memories that Chinese,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made together during these times. We hope you will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o see many more interviews like this one in the coming weeks. If you too have a story that you think needs to be remembered,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hear from you. A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U.S. Consulate in Shanghai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Without their sponsorship,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start this channel. 你是怎么开始在中国做酒店和教育事业的？我都很早都意识到我的这个离我普通的或者比较有希望的一些美国的有钱人的距离很大，真的很大。我感觉那个可能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而且他们的水平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好像他们的就是干活，或者他们的怎么说那个他们的 work， 他主要是因为家庭的背景，所以很多那个就是，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 difference 这个差异。但是那个我到了中国，我发现我们都是比较 common， 比较 even， 哇哦！但是我到了中国以后，我发现中国虽然穷，但是我们都是感觉有一点希望，有一点 hope。我觉得在美国，我的希望永远是为了赶上一个普通的美国有钱人。我在中国发现没有很多明显的一些有钱人，所以我们都是好像很团结的，都往上。所以我感觉就是那个我到了中国，我都感觉我们都是刚才说就是摸石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连我不仅是那个经济方面的行业的方面，也是我的文化方面的。那时候我们都是为了好像团结，都是为了大家，我们都是一直在想怎么互相帮忙，为了我个人一种发展。我的面子来自于我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我对我周围的一些社会能不能提供一个贡献。如果我一直是追求那个钱，一直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corporation 或者这样的，我永远是被他们限制，我能够怎么做，而且这个限制都是跟钱利润有关系。我一直是放弃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我原来没有钱，后来我就把我60、70万美金，比我妈妈爸爸一辈子有的钱多，我都投在一个很多人都警告我不要做的一个项目。我为什么这样的做？就是因为感恩，不是因为我可以赚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对中国表示一种外国人的一种感恩，
而且一种尊重。所以2004年我们来到中国，就有这样的初心，要做一个洗礼院。我们已经是把我们孩子的教科书就放在一个行李，然后我们都来到中国。我们已经对中国我们已经去过，每个省都去了好几次，所以我们是故意的选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选了景德镇、黄山、福建的土楼、广东的碉楼、开平，康定、夏河。我们都去了这些地方，包括那个丽江、大理。我们的目的是找一个老的一个院子，帮我们把中国真实的故事讲给世界。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院子。我们在景德镇待了3个月，在黄山待了1个月，开平这样的。后来我们觉得，我们来到西周，我们发现政府刚刚把他们的那些老房子、这些文物收回来，所以他们说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们的可能未来要做的有一点接近，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我们谈了半年，后来我们都做了那个洗礼院的这一个。我都很早都意识到，领导们也是很尊重我们。而且我一直发现，在后面，在这个后台，他一直不让我们失败。虽然我们原来面临很多困难，而且做错了好几次，因为我不是一个本地人，但是他一直在后面都一直在支持，都一直弄得更好一点，而且一直在鼓励我们。没有一次都批评我们，说你做的这样的是不对的。我们做了第一个洗礼院，2008年开了。我发现2008年到头3年，我发现我大多数的客人是比较有钱的外国人，这个也很好。我可能会影响一些 businessman， 一些但是我也想影响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让从18岁、15岁的一些孩子对中国有不同的了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了解，会影响他们一辈子可以把这个 experience 都带到他们的行业，未来的行业。所以我们2011年，我们就是跟奥巴马女儿的学校，美国最好的高中之一。我们不仅是有游水，不仅是要去办一些游水的一些课程，1个星期没有，我们把它1个学期的课程，4个月的课放在西周。这个都是美国领导们的孩子。你想一想，17岁、18岁，美国的领导们，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孩子，不仅是来到中国，但是来到中国的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它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些交流的一些平台，这个需要。他们离开西周，他们都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一点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想象的这个 experience 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在中国，第一有一点可惜，外国人越来越少。我觉得80年代的外国人也特别少，但是90年代都慢慢的、渐渐的都多起来。我觉得原来90年代来的外国人也有很多，就是来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为了学习这样的，不仅是为了 business。可能因为有很多原因，就是可能来到中国就来学习这样的越来越少，这个是一个问题。现在在中国，可能是现在在美国有35万
这是中国留学生，现在在中国可能不到500个美国的留学生。如果你能把孩子这个学生年轻的时候，可以让他体验，可以让他尊重、享受不同的文化，这个就是染实力的最好的方式。在外国旅行和生活给你带来什么收获？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谦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会鼓励任何的人去国外去了解，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面临的危机不是中国人要更了解世界，更多可能是世界要更了解中国。我觉得因为我离开了我的家，很早就离开了，所以我就被其他的家都好像领养。我就看到这个家的我新家的一些他的传统，他的一些习俗，这样的风俗，这样的，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们的一种团结。我发现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农村教我不仅是好像一个个人，我不仅是一个 individual， 但是我也是跟我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这个也是一个连接。所以我发现在农村这样的一个态度还存在，还在。比如美国，我觉得如果我们用英语就在说我们在美国有很多communications， 很多话，但是好像没有团结，没有很多团结。中国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是有很多话，大家不是很自私的、很骄傲的说我觉得，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团结。所以这个团结来自哪儿？我觉得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我们文化的一些传承，我们文化的一种 communication。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用说话的，但是美国是非常非常独立的，非常个人主义，我觉得自由已经变成自私，所以大家都说的很多，后来我们都觉得还有没有一些共同点。我在中国的农村，我觉得我非常了解我们文化的一些communications 的一些基础，很多不需要说话，使我感觉很安全，使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方向，它给了我一些栏杆。美国的栏杆基本上都没有，所以有某一些人在那边，某一些人在这边，某一些人。但是在中国，我发现我们都觉得有一点，因为团结，有一点因为我们5000年的一些继承的一些历史，我们都可以就是稍微简单一点，而且稍微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有完全跟西方的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在国外，终于可以意识到，我们可能也可以，我们面临一些社会方面的一些危机，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发现可能在我们国内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应该从国外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方式来试试。我觉得中国所谓这个5000年传下来的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你觉得是能够希望分享给世界的？我觉得我到了中国以后，我觉得孔子的我可以说2句话，我觉得最影响我。第一是我经常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我觉得我们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欣赏，都可以了解。还有第二是我觉得我从小为了赶上
我可能原来受的教育的一种差异，我就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发现我天天都感觉我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这个就是到了60岁，你还是天天有这样的挑战，都会让你感觉跟一个18岁的孩子一样，其实更好。远比在某个大学、某个课堂学到的要丰富的多。是的，而且是 lifelong。lifelong 对。